请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位被误解了500年的老朋友。在民间传说里，他是坐拥9美、点走秋香的人生赢家。但真实的历史中，他不仅没见过秋香，穷到连棺材钱都是朋友凑的。把脑海里那些喧闹的喜剧画面先放一放。我们的故事开始于大明嘉靖2年的凛冬，苏州桃花坞深处一间破败的小屋。这一年，唐伯虎54岁，躺在病榻上的他，身边没有成群的妻妾，也没有堆积的金银米缸里空空如也，只有案头那支写秃了的毛笔，在寒风中陪着他微弱的呼吸，这才是历史冰冷的底色。后世之人拼命编造他3笑点秋香的风流韵事，或许恰恰是一种集体的慈悲。现实太苦了，大家实在不忍心看着一位绝世才子落魄至此，便只能在故事里许他一场虚幻的圆满。但今晚我们不谈传说，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个原本手握王炸牌的天才少年，如何一步步被命运推向泥潭，卷入那场震惊天下的科场舞弊案，甚至为了活命不得不裸奔装疯。这是一个关于破碎的故事，也是一个灵魂在废墟之上独自重塑尊严的旅程。故事的齿轮咬合在大明成化6年的春天，公元1470年。如果你拥有一双飞越时空的眼睛，俯瞰此时的江南，你会看到苏州城正沉浸在一种近乎奢靡的繁华之中，大运河波光粼粼，载着全天下的财富流向这座人间天堂。而在苏州繁华的闹市区，有一个叫吴曲里的地方，喧嚣拥挤，充满了红尘俗世最浓烈的烟火气。我们的主角就出生在这里，但他出生的地点不是挂着耕读传家匾额的高门大院，而是一家终日弥漫着酒香和嘈杂声的小酒馆。这是一个极其关键却常被后世忽略的起点。唐寅的父亲唐广德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唐广德虽然经营酒肆，家资颇丰，但在严苛的社会等级链条上，他处于末流。请想象一下这样的童年场景：小小的唐寅不是在安静的书房里听着松涛研磨，而是在酒客们的划拳声、跑堂的吆喝声，以及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撞击声中长大的。他眼里的世界不是圣贤书里描绘的仁义礼智信，而是最为赤裸、最为生动的市井百态。这种环境是命运给予他的第一份礼物，也是第一道诅咒。作为商人的儿子，唐广德太明白在这个社会里，钱和权之间的那道鸿沟有多深。有钱无名不过是待宰的肥羊。因此这位父亲将整个家族阶级跃迁的希望全部压在了长子唐寅的肩上。他不惜重金请最好的老师买最贵的书，只为了让儿子洗去身上的铜臭味，换上一身令人敬仰的书卷气。这是唐寅人生的第一个悖论，他被要求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圣人，但他血管里流淌的却是市井商贾那种精明狂放、不拘一格的血液。少年的唐寅很快就展现出了令父亲狂喜，也令邻里震惊的天赋，那些对普通孩子来说如同天书的4书5经，他似乎看一遍就能印在脑子里。当别的学童还在摇头晃脑死记硬背时，他已经能模仿古人的笔意，写出辞藻华丽的诗句。16岁那年，唐寅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他参加了苏州府的秀才考试，那是一场汇聚了当地所有青年才俊的厮杀。
结果放榜之日，人们惊愕地发现，占据榜首的竟然是那个卖酒老唐家的儿子唐寅，高中第1名。这一年他才16岁，鲜衣怒马，少年得志。那时候的苏州城，谁不知道唐伯虎的大名？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他不仅文章写得好，画也画得绝。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与那些酸腐文人截然不同的气质，那是一种混合了书卷气与江湖气的独特魅力。他可以在书斋里挥毫泼墨，也可以在酒肆里与贩夫走卒称兄道弟。在这段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里，命运似乎是为了衬托他的光芒，特意安排了2位性格迥异的朋友出现在他身边。一个是温润如玉，性格沉稳，甚至有些木讷的文思明；另一个是狂放不羁，长相奇特，比他年长10岁的祝枝山。这3人的友谊在苏州传为佳话，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却充满了某种宿命的隐喻。文侃明出身官宦世家，性格严谨，做事一板一眼。每当唐寅拉着他去喝酒、去游玩、去搞一些离经叛道的恶作剧时，文侃明总是那个皱着眉头劝解的人。唐寅常常嘲笑文侃明的迂腐，笑他不懂享受人生的乐趣。那时的唐寅绝对想不到，几十年后，正是这个被他嘲笑笨拙的朋友，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大明画坛的巅峰，成为了德高望重的宗师，而才华横溢的自己却在泥潭里挣扎。这种龟兔赛跑式的反差，在他们少年时期的交往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那时的唐寅太快了，他的人生像是一辆没有刹车的马车，在铺满鲜花的道路上狂奔。他觉得功名利禄唾手可得，他觉得才华就是一切的通行证。他沉溺于众人的追捧，沉溺于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虚名，整日与朋友饮酒作乐，纵情声色。他穿着最新潮的衣服，骑着最高头的大马，穿过苏州的街巷，享受着少女们投来的爱慕目光。那是一段金色的，仿佛永远不会结束的夏天。然而，历史总是喜欢在人最得意的时候露出它狰狞的獠牙。时间的指针拨到了大明弘治7年，公元1494年。这一年，唐寅24岁。如果人生有4季，那么对于唐寅来说，他直接从盛夏跌入了严冬，中间没有一丝秋天的过渡。这是一场足以摧毁任何人心智的灾难。它的密集程度和残酷程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灾难的开始是父亲唐广德的突然病逝。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父亲的倒下不仅仅是情感的崩塌，更是经济支柱的断裂。唐寅虽然才华横溢，但他从未操持过家业，更不懂经营。那个曾经为他遮风挡雨的商业帝国，在父亲走后迅速显露出脆弱的一面。但这仅仅是开始，在接下来的短短1年多时间里，死神仿佛住进了唐家，赖着不走。紧接着父亲去世的是他的母亲，那位总是默默在灯下为他缝补衣衫，在他醉酒归来时端上一碗热汤的慈母，没能熬过丧夫的悲痛，撒手人寰。父母双亡对于24岁的青年来说已是塌天大祸，但命运似乎觉得这还不够。接着是他深爱的妻子徐氏。徐氏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是唐寅在那个喧嚣世界里最安静的港湾。在唐寅最狂妄的时候，是他在他身边温言软语；在唐家开始衰落的时候，是他操持着摇摇欲坠的家务。然而，产后热夺走了他的生命。更残忍的是，
妻子去世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那个还在襁褓中。唐寅寄予厚望的血脉，连一声父亲都没来得及叫出口，就夭折了。最后是他唯一的妹妹，那个从小跟在他屁股后面崇拜着哥哥才华的妹妹，也在相近的时间里因病离世，死在了婆家。1年之内，5位至亲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妹妹，唐寅的世界被清空了。请试着去触摸一下那个时刻唐寅的内心。前一刻，他还是鲜衣怒马的少年天才，父母在堂，妻儿在侧，高朋满座。后一刻，他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四周是未散的香烛味和满目的白帆。那种孤独，不是文人墨客笔下独钓寒江雪的雅致孤独，而是一种被连根拔起的血淋淋的荒凉。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25岁的年纪，鬓角竟然生出了白发。不仅是亲人的离去，家道中落也让他尝尽了世态炎凉。昔日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酒肉朋友，眼看唐家败落，纷纷作鸟兽散。曾经对他毕恭毕敬的邻里，眼神里也多了几分轻慢和嘲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句戏词成了他生活的真实写照。巨大的悲痛几乎摧毁了他。有一段时间，唐寅整日酗酒，醉生梦死，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既然上天夺走了我所有的爱与牵挂，我为何还要留在这个冰冷的人世？就在这个摇摇欲坠的时刻，一只手用力地抓住了他。这只手的主人是祝枝山。这位比他年长10岁的老友，没有用空洞的言语去安慰他，而是直指要害地痛骂了他一顿。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祝枝山指着烂醉如泥的唐寅，说出了那个残酷的真相。伯虎，你以为你现在痛苦是因为亲人离世吗？不是，是因为你的无能。你若不想让唐家彻底在苏州城消失，你若想告慰你父母在天之灵，只有一条路，考取功名。在没有那块举人的牌匾之前，在官府的眼里，你只不过是一个死了爹娘的商贾之子。祝枝山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唐寅混沌的大脑。是的，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明朝社会，没有功名就没有保护家人的能力，甚至没有悲伤的资格。他所谓的才华，如果不能兑换成科举的成绩，在世俗眼中就一文不值。那一夜，唐寅在雨中大哭了一场，那是他最后一次像个孩子一样哭泣。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破败的唐家大院时，苏州城的人们发现那个轻狂的浪子不见了。唐寅把自己关进了书房，这一关就是整整1年。这是唐寅人生中最为悲壮也最为纯粹的1年。他谢绝了一切社交，断绝了所有的娱乐。他将窗户封死，只留一盏孤灯。他对着那堆曾经被他视为敲门砖的八股文发起了自杀式的冲锋。我们要知道，唐寅本质上是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是自由的、飞扬的，而八股文是僵化的、刻板的，强迫一个艺术家的灵魂去填充八股文的模具，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酷刑。但他忍下来，他逼迫自己忘掉那些灵动的诗句，逼迫自己像个苦行僧一样去研究考官的喜好，去打磨每一个起承转合。每当他想要放弃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父母期望的眼神和妻儿冰冷的墓碑。他在和命运赌博，赌注是他仅剩的尊严和未来。如果你此时站在那间书房的窗外，
你会听到里面传来的读书声不再是少年的清脆，而是带着一种咬牙切齿的沉重。那是一个被逼入绝境的灵魂，在试图用笔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这一年的闭关，让唐寅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他不再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神童，而变成了一个目光锐利、满腹经纶的战士。当他再次走出书房大门的时候，他的脸上少了几分轻浮，多了几分深沉。他对前来探望的祝枝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无数史书转载，成为了他人生悲剧最宏大的注脚。明年乡试，我必中第一。这不是狂妄，这是他在绝望中淬炼出的自信。他相信，只要自己付出了如此惨烈的代价，上天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他相信科举不仅能改变他的命运，还能洗刷家族的屈辱，能让他重新拥有失去的一切。可惜年轻的唐寅此时还不知道，命运确实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但这份礼物里藏着一枚足以炸毁他整个人生的引信。他以为他正走向辉煌的起点，殊不知他正一步步走进历史为他精心编织的那个巨大陷阱，那个改变了他一生，也改变了中国文学史走向的年份。弘治11年正静静地在前方等待着他。故事的时间轴拨到了大明弘治11年，公元1498年。如果你还记得前面讲的那个在暴雨中痛哭，随后把自己关进书房死磕八股文的唐寅，那么现在请准备好迎接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这一年，唐寅29岁，经过1年的卧薪尝胆，他终于走出了那间充满了霉味和书卷气的屋子，走向了应天府今南京的乡试考场。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一场极其华丽的烟火，以及烟火熄灭后那漫长而冰冷的黑夜。这是唐寅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也是大明王朝官场生态一次最荒诞的剖面展示。弘治11年的秋天，南京贡院，这里汇聚了整个南直隶最顶尖的几千名读书人，空气中弥漫着墨汁、汗水和焦虑的味道。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说，这是一场独木桥上的生死搏杀，但对于此时的唐寅来说，这似乎只是一场迟来的加冕礼。当考卷发下来的那一刻，压抑了1年的才华如同开闸的洪水般倾泻而出。那些枯燥的八股文题目，在他的笔下竟然开出了花他的文章既有法度森严的逻辑，又有纵横捭阖的气势，在此前的考场上闻所未闻。负责阅卷的主考官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梁楚。当他读到唐寅的卷子时，史书记载他的反应是拍案叫绝。他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应试考生的作品，甚至激动地将这份卷子推荐给另一位考官程敏正看。程敏正惊叹道：“此子必为天下奇士。”结果毫无悬念，榜单揭晓第1名唐寅，那个曾经被邻里视为败家子，被亲戚看作丧门星的浪荡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整个江南仰望的南京解元。请大家暂停一下，想象那种巨大的反差冲击。1年前，他还在绝望的泥潭里失去至亲，被人白眼。1年后，他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这种急速的坠落与急速的升起，足以让任何人的心理防线崩溃。对于生性狂傲的唐寅来说，这不仅是翻身，更是复仇。他要向所有看不起他的人证明，我唐伯虎就是天选之子。他刻了一方印章，上面赫然刻着4个大字：南京解元。他开始毫不避讳地在各种场合使用这方印章，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狂妄地写道：
此番进京赶考，状元之位舍我其谁？那时候的他被巨大的虚荣和幸福包裹着，完全没有意识到命运赠送给他的这份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昂贵到他支付不起的价格。他重新变回了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甚至比以前更加张扬。他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夜夜笙歌，享受着作为第一才子的特权。但他忘了官场不是文坛，文坛需要的是才华和个性，而官场，尤其是大明朝那如履薄冰的官场，需要的是收敛和城府。此时的唐寅就像是一个怀揣着连城璧却在闹市中大声吆喝的孩子，引来的不仅是羡慕的目光，还有贪婪和嫉恨的暗箭。带着解元的光环，唐寅准备北上京师，参加来年春天的会试。只要再过这一关，他就能位列三甲，入朝为官，实现父亲的遗愿，重振唐家的门楣。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路费，唐家早已中落，进京赶考路途遥远，开销巨大，还要打点各路关系。就在唐寅为盘缠发愁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这个人叫徐经。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那么他的直系曾孙你一定听过那位写下《徐霞客游记》的徐霞客。但在当时，徐经的标签很简单，江阴巨富，超级富二代。徐经和唐寅简直是硬币的两面，唐寅有才无钱，徐经有钱无才。相对而言，徐经对唐寅仰慕已久。听说偶像缺钱，他立刻豪爽地表示包在我身上。不仅路费全包，还专门雇了一艘豪华大船，带上仆从、美酒、歌姬，要和唐解元以此极其风光的方式一路北上。从现实逻辑看，这是一次完美的资源置换，但在命运的逻辑里，这是悲剧的开始。我们可以脑补一下那艘船上的场景：大运河上，豪船破浪而行，船舱内灯红酒绿。徐经为了展示自己与才子的交情，一路大张旗鼓，每到一处码头都要停船宴请当地名流，向世人炫耀：看，这就是南京解元唐伯虎，我的好兄弟。而唐寅呢，在酒精和吹捧的催化下，他的狂气膨胀到了极点。他不仅享受这种供养，甚至开始口无遮拦。史书中记载了一个致命的细节，在酒酣耳热之际，唐寅曾当众放话：荆轲会试的题目我早已了然于胸。这本是一句文人惯有的狂语，意思是凭我的才学，什么题目都难不倒我。但在有心人的耳朵里，这就变成了我上面有人，我已经拿到考题了。这艘船就像一个移动的靶子，载着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一路招摇过市，驶向了北京那座深不见底的政治漩涡。弘治12年，1499年2月，北京此时的京城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朝廷内部针对主考官程敏政的政治斗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程敏政是当朝大儒，学问极好，但性格孤傲，得罪了不少人。唐寅和徐经抵达北京后，犯了一个官场大忌，他们去拜访了程敏政。按理说，考生在考前拜访主考官，虽然有瓜田李下之嫌，但在当时的风气中也并非完全不可。问题在于，他们拜访得太高调了。徐经带着厚礼，唐寅带着文章，两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府。程敏政因为欣赏唐寅的才华，还特意让他以此前的一篇文章为题，写了一篇序言。这一举动被无数双躲在暗处的眼睛死死盯住了。
随后，会试开始。这一年的考题出奇的难呐，是程敏政特意出的一道冷门题目，生僻到绝大多数考生连出处都找不到，甚至有人当场交了白卷。然而，在几千份卷子中，有2份答卷堪称完美，一份流畅自然，一份立意高远。程敏政在阅卷时，忍不住脱口而出。这2份卷子必是唐寅和徐经所作，这句话成了点燃炸药桶的最后一颗火星。考试刚结束，还没放榜，一道弹劾奏章就递到了弘治皇帝的案头。上书者是一个叫华衮的言官，给事中他在奏折中言之凿凿的指控，主考官程敏政受贿，向考生徐经、唐寅泄露考题。证据呢，除了坊间流传的唐寅酒后狂言和考前拜访，其实并没有实锤。但这对于敏感的朝廷来说已经足够了。弘治皇帝大怒，对于科举这种国家根本制度，任何一点污点都是不可容忍的。圣旨下，程敏政下狱，徐经、唐寅下狱。这一天，距离唐寅梦想中的金榜题名只有一步之遥。他不是在等待报喜的差役，而是等来了锦衣卫的镣铐。如果你去过今天的北京，你很难想象500年前的锦衣卫诏狱意味着什么。那不是监狱，那是人间地狱，那是连当朝一品大员进去了都要脱层皮的地方。29岁的唐寅从云端直接摔进了烂泥里，不需要任何文学修辞，史书上冰冷的记载足以让人站立。身冠3目，足细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疾。刑具套在他的脖子、手腕和脚踝上。那些曾经用来写诗作画、被无数人称赞的修长手指，此刻被刑具夹得血肉模糊。审讯的狱卒像老虎一样凶狠，逼迫他承认作弊。这是一种怎样彻底的摧毁？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疼痛，更是精神上的凌迟。前几天他还是众星捧月的才子，是未来的宰相苗子，现在他像一条狗一样趴在地上，为了少挨一顿打，不得不向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狱卒磕头求饶。唐寅在后来的书信中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魂魄俱消，目光如鬼。他说自己当时只想死，但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在这场审讯中，富家子弟徐经扛不住酷刑，招供了他说自己确实买通了程敏政家里的书童，偷看了试题，但他始终没有咬死唐寅，也参与了买题。案子查到最后，成了一场糊涂账。经过多方复核，朝廷最终的定论是程敏政没有受贿卖题，但他因为此事郁郁而终。徐经确实有行贿书童的行为，而对于唐寅查无实据，但他攀附权贵，结交匪类，行为轻浮，难辞其咎。判决结果下来了，徐经、唐寅削除市级，终身不得参加科举，发配到偏远的地方去当个小吏。这个判决比杀了唐寅还难受。在这个万般皆下品的时代，剥夺了一个读书人的科举资格，就等于剥夺了他作为士大夫的所有社会属性，这是一种社会性死亡。他活着，但他作为唐解元的那部分灵魂，已经被锦衣卫的刑具永远地杀死了。弘治13年，唐寅被释放，他并没有去朝廷指派的浙江藩篱当那个羞辱人的小吏，他的傲气在废墟中重新抬头。他冷冷地拒绝了，士可杀，不可辱。他选择了回家，但这回家的路比进京的路要漫长10000倍。1年前，他意气风发，万人空巷相送；1年后，他衣衫褴褛，满身伤痕，
像个乞丐一样回到了苏州。没有鲜花，没有掌声，迎接他的是比北方的寒风更刺骨的世态炎凉。曾经把他捧上天的那些人，现在成了踩他最狠的人。在这个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儒家社会里，一个因为作弊被抓回来的人是整个家族的耻辱。邻居们对他指指点点，昔日的好友避之不及，就连家里的狗看到他这副落魄模样都忍不住狂吠。而给他最后一击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何氏。何氏不是那个陪他度过第一次难关的徐氏何氏嫁给唐寅，看重的是他南京解元的潜力，是未来的诰命夫人头衔。现在这只潜力股不仅退市了，还背了一身债名玉债。唐寅刚一进家门，等待他的不是安慰的拥抱，而是无休止的争吵和谩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累我也跟着丢人现眼。在无数次争吵后，何氏收拾了细软，决绝地离开了他。30岁而立之年，唐寅站在苏州那座空荡荡的宅子里，环顾四周父亲留下的家业败光了，功名路断绝了，妻子跑了，身体垮了，名声臭了。他仿佛又回到了24岁那年那个亲人死绝的绝望时刻。但这一次更惨，因为这一次连希望这个东西都被没收了，他再也不可能通过苦读来翻身了。那扇通往上流社会的大门在他面前重重地关上，并加上了一把永久的锁。这一年，苏州城少了一位前途无量的唐大人，而在那片废墟之上，一个放浪形骸、看透红尘的唐伯虎正准备破土而出。命运是个残酷的编剧，他必须先把主角打入18层地狱，才能逼出他灵魂深处最耀眼的光芒。唐寅擦干了眼泪，看了一眼窗外盛开的桃花。既然庙堂不要我，那这江湖我便收下了。故事的指针划过弘治15年，一直延伸到正德9年。此时的唐寅已经跨过了30岁的门槛，正步入一个男人生命中最黄金的阶段。前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科举制度咀嚼后吐出来的残渣，一个众叛亲离的废人。按照常规剧本，这个人应该从此沉沦，变成街边的一个醉汉，或者投河自尽。但唐寅之所以是唐寅，是因为他体内那股子野火般的生命力，在被体制的大雨浇灭后，竟然在艺术的荒原上烧出了一片更加绚烂的火海。现在我们要走进那个著名的桃花坞，去揭开风流才子面具下那张满是泪痕的脸。我们要去见证一场关于尊严的残酷交易，以及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逃亡。弘治18年1505年，唐寅36岁。在经历了几年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活后，他带着一身疲惫回到了苏州。此时的他虽然已经被主流社会抛弃，但靠着卖画手里攒了一点钱。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给自己安个家。他在苏州城北的桃花坞买下了一块废弃的荒地，这里地势低洼，杂草丛生，曾经是宋代名将张俊的别墅遗址，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唐寅看中了这里，不仅因为便宜，更因为这里远离闹市，有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凄清。他开始像个农夫一样，亲自在这片废墟上劳作。他修葺了几间茅屋，疏通了淤塞的小河，然后在河岸边种满了桃花。这一年春天，当桃花盛开的时候，那个名震后世的桃花庵诞生了。而唐寅也正式给自己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桃花庵主。请务必注意，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转折点。在此之前，他的名号是南京解元，那是体制赋予他的标签，代表着他对于权力的渴望。
而现在他是桃花庵主，这是一个自我加冕的王冠，代表着他与那个抛弃他的世界正式划清了界限。在这个桃花盛开的乌托邦里，唐寅写下了那首被后世无数文青奉为圭臬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首诗读起来，是不是觉得潇洒至极？是不是觉得他已经看破红尘，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这就是我们对唐寅最大的误解。我要请大家透过这些狂放的文字，去触摸一下文字背后那个颤抖的灵魂。这首诗根本不是胜利者的宣言，而是一个失败者在深夜里的自我抚慰。你看那句“又摘桃花换酒钱”在诗意之外，它赤裸裸地揭示了唐寅生活的窘迫。他真的需要钱。他不是隐居的陶渊明，陶渊明有田产，唐寅没有固定收入，他必须通过不断的劳作、画画、卖文来换取酒精，用酒精来麻醉那个至今无法愈合的伤口。所谓的别人笑我太疯癫，其实是一种极度敏感的防御机制，因为真的有人在笑他，真的有人在看不起他。他只能用这种我笑他人看不穿的高姿态来维护自己仅剩的一点点尊严。桃花庵不是天堂，它是唐寅为自己建造的一座精神避难所，也是一座华丽的监狱。他把自己囚禁在这里，用花瓣和酒香试图隔绝墙外那个冷酷的势利人间。也就是在桃花庵时期，唐寅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符号，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卖画文人。在明朝中叶之前，文人画画大多是为了寄情或者赠友。如果一个读书人公开拿自己的字画去换钱，那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会被视为辱没斯文。但唐寅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要吃饭，他要养活自己，甚至还要接济那个已经跟他分了家的弟弟。于是，在桃花庵的门口，这位昔日的解元公挂出了明码标价的牌子。这是一幅极其荒诞而心酸的画面，一个满腹经纶，原本应该站在朝堂上指点江山的天才，现在却要像个小贩一样，对着上门的富商巨贾赔笑脸，讨价还价。这幅山水纹银2两，这幅仕女图加急的画得多收5钱。他的生意很好，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而且他的画确实好，无论是巍峨的山水还是娇媚的仕女，在他的笔下都灵动欲飞。那些附庸风雅的盐商暴发户踏破了桃花庵的门槛，但生意好不代表生活好。唐寅花钱如流水，且不善理财，更重要的是，他常常因为情绪低落而罢工。当家里断炊的时候，这位大画家不得不放下身段，写诗向邻居借米。他留下了很多这样的乞米诗，比如这一首：凌解皇都第一名，昌披归卧旧毛横，力追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读懂了吗？前2句还在吹嘘自己当年的辉煌，后2句却在说自己穷得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只能靠画笔里的江山来充饥。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人读来心如刀绞。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关于他和秋香的传说开始在坊间流传。真实的唐寅确实经常流连于烟花柳巷，但他去的目的不是为了猎艳，而是为了寻找同类。在明朝，青楼女子往往也是因罪被罚没入籍，或者是家道中落的苦命人，他们身处社会的最底层，却往往精通琴棋书画。在唐寅眼里，
这些女子和自己一样，都是被命运践踏的落花。他画她们，不是在画色情，而是在画同病相怜的悲剧。他笔下的侍女虽然衣着华丽，但眼神中总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那是他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洞察，也是他在画镜子里的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个在太师府里三笑留情的丫鬟秋香，只有一个个在深夜陪他痛饮，听他哭诉的青楼红颜。他们不懂朝廷大事，但他们懂唐伯虎心里的苦。时间来到了正德9年1514年，唐寅45岁。对于一个明朝人来说，这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桃花庵的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唐寅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样了，在酒精和墨汁中慢慢老去，最后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然而命运似乎觉得给他的折磨还不够，决定再给他开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一年，一封来自南昌的请柬送到了桃花庵，邀请人宁王朱宸濠。宁王是皇室宗亲，驻守南昌。他在信中言辞恳切，极力推崇唐寅的才华，并送来了重金，聘请唐寅出山去他的王府做幕僚。请大家代入一下唐寅此时的心境，他在绝望中挣扎了整整15年。15年来，官方封杀他，正统文人排挤他。现在，突然有一位王爷，皇帝的亲叔叔，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说：“唐先生，我看重你，我需要你。”那一刻，唐寅死灰复燃了。他那颗从未真正死去的功名心再一次剧烈地跳动起来。他天真地以为这是上天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让他可以绕过科举，通过王府的举荐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甚至没有多想，就辞别了亲友，坐上了前往南昌的船。此时的他就像那只扑火的飞蛾，满眼都是光明，却看不见火焰中心那致命的高温。到了南昌，宁王对他确实不错，给了他独立的院落，优厚的待遇。唐寅一度以为自己的春天终于来了，但很快，凭借着多年在江湖摸爬滚打练就的敏感直觉，唐寅发现不对劲儿了。宁王府里进进出出的不是文人雅士，而是各种江湖术士、亡命之徒。王府的后院经常传来兵器操练的声音。宁王在跟他谈话时，虽然还在谈诗论画，但眼神里总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气，偶尔还会流露出对当今小皇帝正德皇帝的不屑。唐寅是个聪明人，他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得出了一个让他魂飞魄散的结论：宁王要造反、谋反，这是诛九族的大罪。15年前，他因为作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丢掉了前程。15年后，他因为想要翻身，竟然一脚踏进了一个灭门的死局。唐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这比当年的锦衣卫赵玉还要可怕。赵玉只是让他受苦，而谋反会让他遗臭万年，死无葬身之地。他必须逃，但是进了贼窝，想走谈何容易。宁王生性多疑，对他看管极严。如果直接请辞，不仅走不了，恐怕立刻就会被杀人灭口。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唐寅做出了他一生中最疯狂、最屈辱也最智慧的选择。为了活下去，为了摆脱宁王，唐寅决定把自己变成一个疯子。这是一场没有彩排、不能 NG 的表演。观众是宁王派来的密探，舞台是南昌的大街小巷。
史书记载的画面，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到窒息般的悲凉。那个曾经风度翩翩的江南第一才子，脱光了身上的衣服，赤身裸体的在南昌街头奔跑。他披头散发，一边跑一边怪叫。当街边的孩童向他投掷石块时，他嘿嘿傻笑。这还不够，为了让宁王相信他是真疯，他必须做得更绝。他当街捡起地上的污秽之物往嘴里塞，吃得满嘴都是泥垢和秽物。这大概是唐寅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哪怕是在诏狱里受刑，他也只是身体受辱。而此刻，他是在亲手撕碎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丝尊严。宁王的密探把这些情况汇报上去。王爷，那个唐寅是真的疯了，光着屁股满街跑，还吃脏东西，留着也没用了。宁王听后厌恶地挥挥手，原本以为是个奇才，没想到是个废物，让他滚吧。这一声滚对于唐寅来说如同天籁。正德10年，1515年的3月，唐寅被宁王赶出了南昌，并没有什么劫后余生的狂喜，他像一条丧家之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孤身一人登上了回苏州的小船。当船只驶离南昌码头的那一刻，唐寅回头望了一眼那座即将爆发战火的城市。他知道自己不仅逃离了死亡，也永远地逃离了政治。那个治国平天下的梦，在这一刻彻底碎了。他用一种最不体面的方式保全了性命，也为自己这荒诞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句号。这一年他46岁，从中年的起点出发，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原点，那个只有桃花没有功名的原点。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场屈辱的逃亡不仅救了他的命，还帮他在历史上避开了一个巨大的污点。4年后，宁王朱宸濠果然起兵造反，43天后就被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平定。宁王府的幕僚们死的死，抓的抓，几乎无一幸免。唯有那个疯子唐寅正躲在苏州的桃花坞里，一边喝着苦酒，一边画着他心中的大好河山。在这个中年的尾声，唐寅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才华注定只能在江湖的野地里疯长，一旦移植到庙堂的花盆里，不仅会枯萎，还会招来杀身之祸。既然如此，那就彻底封魔吧。当他再次推开桃花庵那扇斑驳的柴门时，他已不再是那个渴望被认可的唐解元，而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艺术家。只是这代价未免太沉重了一些。故事的最后，我们要在苏州桃花坞的一场漫天大雪中拉开帷幕。时间从正德10年之后的岁月一直延伸到嘉靖2年1523年。如果你还记得前面那个在南昌街头裸奔装疯的唐寅，你会明白那个时刻是他生命能量的一次剧烈爆发，也是一次彻底的透支。从南昌逃回苏州后，那个曾经狂傲愤怒，总是试图向世界证明些什么的唐伯虎似乎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的、衰老的，甚至有些枯槁的男人。现在不再有惊心动魄的阴谋，也不再有鲜衣怒马的喧嚣。这是一段关于熄灭的历史，也是一段关于灵魂如何在极度的贫寒中提炼出最后一点智慧金沙的旅程。回到桃花坞的唐寅，身体迅速垮了下去。长期的酗酒、赵玉的旧伤，加上南昌逃亡时的惊吓，让他的肺部和关节都出了大问题。苏州的冬天是湿冷的，对于一个没有钱买炭火的老人来说，这种冷是钻进骨头缝里的。在这个时期，唐寅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号，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名号——六如居士。这4个字取自《金刚经》，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文人老了之后附庸风雅的标签，对于唐寅来说，这是他用半生血泪换来的终极总结。回首他的一生少年的天才名声，如梦，醒来一场空；青年的解元功名，如幻，瞬间化为乌有；壮年的富贵诱惑，如泡影，一戳就破；曾经拥有过的亲情爱情，如露亦如电，转瞬即逝。他终于承认自己这一辈子拼命想抓住的东西，本质上都是抓不住的。这种承认不是消极的厌世，而是一种痛苦后的释然。他不再和命运较劲了，他接受了自己的失败，接受了自己的贫穷，也接受了自己作为一个多余的人的宿命。在桃花庵的寒夜里，他常常独自打坐。那个曾经写出别人笑我太疯癫的狂客，现在变得平和而慈悲。他开始用佛法来疗愈自己千疮百孔的内心。晚年的唐寅穷到了什么地步？史书中有一个细节，读来让人鼻酸，因为买不起纸笔颜料，他甚至无法作画。对于一个靠卖画为生的画家来说，这就像战士没有了枪。而且因为身体原因，他的手开始颤抖，视力也开始模糊，高强度的工笔仕女图他已经画不了了，只能画一些写意的水墨山水。这意味着他的收入锐减，家里的米缸经常见底，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只能靠朋友的接济度日。这时候，两位老友祝枝山和文启明向他伸出了手，但文志明能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因为他的经济也并不宽裕。祝枝山虽然自己也是穷困潦倒，却总是想方设法地给唐寅送些米面。唐寅在晚年写下了最后一首令人心碎的诗临终诗，或者说伯虎绝笔：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你读出了什么？没有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没有对尘世的眷恋，只有一种彻底的冰凉的清醒。他说阳间和地府差不多，活着的时候在人间像游魂一样漂泊，死了也不过是换个地方继续漂泊。这个曾经在桃花树下醉酒狂歌的仙人，到最后连对天堂的幻想都放弃了，他只觉得累，只想歇一歇。嘉靖2年12月2日，公元1524年1月7日，苏州下了一场大雪，大雪无声地覆盖了整座桃花坞，也覆盖了那几间漏风的茅屋。在寒风的呼啸声中，54岁的唐寅在贫病交加中静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身边没有妻妾的哭泣，没有子女的守候，甚至没有一个仆人在旁。一代才子的离去竟是如此寂静，他死后，家人连买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还是祝枝山和文阔明等几位老友凑了一笔钱，才让他得以入土为安。他被安葬在苏州城西的横塘，墓碑上简单刻着几个字：明堂解元之墓，多么讽刺。他一生都想挣脱解元这个标签的束缚，死后人们偏偏还是用这个他曾无比珍视又无比痛恨的头衔来定义他。唐伯虎就这样走了，像他生前所说的那样，像一片落花飘零在了世俗不理解的冷风里。但是请不要为他悲伤，因为这个故事有一个比世俗功名更为宏大的结局。在他去世后的500年里，大明13个皇帝中有几位你还能记住？那些在朝堂上整死他的高官们，如今安在？那些嘲笑他、
排挤他、逼他装疯的权贵们，如今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而唐伯虎呢，他的字画每一幅都是国宝级文物，被各大博物馆争相珍藏。他的诗词至今仍在被无数人背诵、传唱。他的故事被编成戏曲，拍成电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符号。正如他诗里说的：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那些王侯将相的陵墓早已坍塌，化作了农田。而唐伯虎的桃花庵却在他去世后开出了永不凋零的花。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想要传递的核心。在这个功利的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从不是权力，也不是财富，而是一个灵魂在面对创伤、面对不公、面对绝望时所爆发出的那种不屈的生命力。唐寅不完美，他矫情，他虚荣，他放纵，他最后甚至有些软弱。但正因为这种不完美，他才如此真实，如此血淋淋的生动。他不是神，他是一个人，一个跌倒后爬起来，再次跌倒，竟然还能用碎成粉末的风骨画出绝美河山的凡人。如果你今天去苏州，在横塘的唐寅墓前，你还会看到后人摆放的鲜花和酒瓶。他们在祭奠的不仅仅是那个才华横溢的画家，更是那个替所有人活出了真性情的少年。他在桃花最深处喝下的那些苦酒，都在500年后酿成了最酣甜的中国文化滋味。而真正的风流从来不在点秋香的传说里，它藏在那个落魄才子蘸着血泪写下的一笔一画当中。那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被世界遗弃，又如何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点亮这片山河的故事。历史没有留下唐伯虎在最后时刻的遗言，但我想，如果真有，他大概会这样说吧：桃花落了，又开了，而我终究对得起自己。故事讲到这里，我想请你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勾勒这样一幅画面：嘉靖2年，深冬，苏州横塘，几座简陋的坟孔被薄雪浅浅地覆盖着。送葬的队伍很短到几乎称不上队伍，只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寒风中佝偻着腰，看着一具薄棺缓缓落入土中。没有哀乐的吹打，没有子孙的哭嚎，甚至没有一块像样的墓碑。领头的老者是祝枝山，他看着泥土一铲一铲地盖上去，眼眶通红，却一声不吭。他身旁的文看明同样沉默着，只是眼角那一滴被寒风吹落的泪出卖了他故作镇定的表情。他们送走的不仅是半辈子的好友，更是一整个属于他们青春时代的光芒万丈的象征。而此刻的南京城里，那些朝堂上的滚滚诸公，没有人知道一个叫唐寅的人死了。京城的内阁里，更没有人会为这个作弊的狂徒多叹一口气。就连苏州本地的士绅们，也只是在茶余饭后淡淡地提一句：哦，那个桃花庵的疯子终于疯死了。是的，在世俗的坐标系里，他死得轻如鸿毛。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真正重如泰山的东西，往往在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比鸿毛还要轻。就在唐寅咽气前后那几年，一个名叫王世贞的少年在太仓出生了。20年后，他会成为文坛盟主，四处搜集唐寅的散卡诗稿，并含泪为这位前辈写下墓志铭。一个叫袁宏道的孩子也正在长大。再过几十年，他会用唐伯虎这个名字做标题，写下一篇轰动文坛的传记，第一次将这个被污名化的才子推上神坛。
而更多的传奇还在路上。冯梦龙会以唐寅为原型，创作出那部老少咸宜的《唐解元一笑姻缘》。那些说书人会把这个故事添油加醋，传到市井巷陌，传到酒楼茶肆。从此，那个在寒夜中冻饿而死的潦倒书生，被一针一线地缝补成了三笑点秋香的完美情圣。人们忘记了，或者说人们选择性地忘记了那些诏狱里的镣铐，那些污秽塞嘴的屈辱，那些无人问津的绝笔诗。大家只愿意记住那个桃花树下的仙人，那个风流倜傥的江南浪子。这是不是一种悲哀？也许是，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慈悲。你想想看，如果历史原原本本地记录了真实的唐寅那个在寒夜里咳血，在酒后哭泣，在孤独中发疯的唐寅，你真的忍心去读吗？那些过于沉重的苦难，如果没有一层风流的糖衣包裹着，恐怕会烫伤每一个试图靠近的读者。于是传说替他过滤了痛苦，替他粉饰了结局，替他圆了一个他生前从未得到过的美梦。所以我不反对秋香的传说，我甚至感激这个传说，因为它让一个苦命人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过上了他本该拥有的幸福人生。那个世界里，他不必为了五斗米折腰，不必在风雨中裸奔，不必在病榻上等死。在那里，他永远年轻，永远笑如春风，永远有人爱他。而真实的唐寅呢？他躺在横塘的泥土里，安安静静地睡了500年。坟头的野草黄了又青，青了又黄。偶尔有慕名而来的文人拎着一壶浊酒，在碑前坐一个下午。更多的时候，那里只有风声和鸟鸣，和他生前最喜欢的桃花不知是哪年哪月。也许是风带来的种子，在坟旁悄然长出了一株野桃树，春天一到，便会开出细碎的粉白色的花。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唐伯虎这一生到底值不值得？如果你用世俗的成功学去衡量，当然不值得。辜负了才华，浪费了天赋，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一生都在做自己。少年时，他做那个狂傲的自己；落魄时，他做那个痛苦的自己；装疯时，他做那个卑微的自己；晚年时，他做那个清醒的自己。他没有一天在扮演别人，他所有的荒唐，所有的出格，所有的不合时宜，不过是因为他拒绝向一个虚伪的世界妥协。他没能改变这个世界，但他也没有被这个世界改变。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完了这场注定孤独的人间旅程。最后，我想用他《桃花庵歌》里的一句诗来结尾。这句诗几乎可以概括他的一生：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愿我们每个人在浑浊的世间行走时，心里都能保留那么一小块属于自己的桃花坞。谢谢你的倾听，唐伯虎的故事到此就讲完了。